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着讲马斯克和推特的故事。上一集讲到，马斯克收购推特后的2周内，就经历了广告商撤资、蓝勾认证系统的失败、大规模裁员，以及公司内部对他强硬管理风格的抵触。但这一切并没有让他放慢脚步，相反，他选择了更进一步，全力以赴地重塑这家公司。为了展现他的决心，他决定像过去那样亲自驻扎在公司里。11月13日星期天晚上，马斯克从奥斯汀返回旧金山后，直接去了推特总部，在7楼的图书馆里占据了一张沙发，把公司当作自己的指挥中心。与此同时，推特的第2轮裁员计划也在酝酿中。这一次，马斯克的目标是将团队精简到极限。他告诉手下，如果这个公司有300个优秀的工程师，我会感到惊讶。这意味着他们需要解雇近80%的剩余员工。裁员的标准除了能力之外，还增加了2个新条件：忠诚度和干劲。他们在10楼的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设立了一个战情室，这里成了他的新决策中心。然而，裁员的方式却颇具争议。他们开始审查员工的 Slack 消息和社交媒体账户，寻找那些对马斯克不满的人。他们甚至在 Slack 的公共频道中搜索伊隆这个关键词，看看谁在背后说他的坏话。马斯克对他们找到的内容感到兴奋，他开玩笑地调侃员工的一些吐槽。但当他们发现一名工程师曾发帖讨论如何通过一行代码摧毁整个数据中心时，马斯克立刻下令切断他的访问权限，立刻解雇。除了能力和忠诚，马斯克还要筛选出真正有干劲的员工。他鄙视那些不愿意拼命工作的人，认为他们没有资格留在公司。詹姆斯·马斯克和罗斯·诺丁提出了一个想法，让员工自己决定去留。他们设计了一份表单，员工可以点击按钮选择离职。但马斯克很快调整了策略，他说：“我们不让他们选择离开，而是让他们选择留下。如果你不主动表态，愿意全力投入新推特，你就自动出局。”整个公司顿时陷入了一场生死抉择。詹姆斯和罗斯连夜统计点击数据，他们猜测大概会有2000人留下。最终，2492名员工选择留下，占比69%，远超预期。然而，改革并未就此结束。11月18日，马斯克在凌晨1点发了一条信息：任何实际编写软件的人，请今天下午2点到10楼报到。随后他又补充：请准备好接受我的代码审查。到了下午，300多名工程师赶到办公室，许多人甚至带着行李，生怕自己如果不来久会被解雇。但马斯克整个下午都在开会，到晚上8点才出现。他站在年轻工程师的座位旁，检查他们的代码，并让他们用白板绘制推特的系统架构。他的问题非常直接：为什么搜索这么慢？为什么广告匹配度这么差？他用自己的方式试图让推特重新变成一个技术驱动的公司。到了凌晨1点，他才终于离开。但留下来的工程师们已经感受到，这家公司已经彻底改变。它不再是那个宽松自由、推崇远程办公的硅谷社交媒体公司，而是一个充满战斗气息、节奏疯狂的新战场。从马斯克2022年10月27日接管推特到11月底的感恩节之前，推特的员工人数从不到8000人减少到2000人，裁员比例高达75%，这是企业文化史上最剧烈的转型之一。他希望推特变成一个类似 SpaceX 和特斯拉的硬核组织，一个由极端高效和超级投入的人才组成的团队。但他的方式过于激进，甚至可能会导致推特崩溃。许多评论家预测推特随时可能倒闭，但现实是，尽管一片混乱，推特依然运转，甚至在世界杯期间创下了流量新高。马斯克说：“有些天我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推特还在不在，但无论如何，它依旧存在。”马斯克没有忘记，他买下推特的目的是要把推特改造成为一个真正言论自由的平台。11月底，他开始亲自决定被封禁账号的恢复。11月18日，马斯克在推特上宣布恢复几个被封禁的账号，其中包括保守派、讽刺媒体、巴比伦蜜蜂、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以及因讽刺马斯克本人而被封禁的喜剧演员凯西·格里芬。他还制定了一项新的可见性过滤政策。推特的言论自由是有的，但并非所有内容都会被传播。这意味着
即使某些言论不会被删除，他们的曝光率也会被刻意降低。广告商不会在这些内容旁边投放广告。马斯克认为这种方式既保证了言论自由，也让推特不至于沦为一个充满仇恨言论的平台。饶舌歌手坎耶·韦斯特又一次测试了推特的界限。他在一档播客节目中公开表示“我爱希特勒”，随后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马斯克穿着泳裤被阿里·埃曼纽尔用水管喷洒的照片，暗示犹太人控制了他。接着他又发布了一张带有纳粹符号的大卫之星的图片。马斯克忍无可忍，宣布我尽力了。坎耶违反了推特关于煽动暴力的规则，因此他的账号将被暂停。这次连许多原本支持坎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言论已经越界。但最受关注的还是关于川普的账号是否应该恢复的问题。马斯克曾表示他不想卷入关于川普的争论，但到了11月18日，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直接在推特上发起投票，询问网友是否应该恢复川普的账号。投票的最终结果是 51.8% 支持， 48.2% 反对。马斯克宣布人民的声音，神的声音。然后川普的账号就被恢复了。马斯克接管推特之后，他一直强调自己要让这个平台成为一个真正的言论自由场所，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废除内容审核，而是要揭露过去推特在内容管控方面的决策过程，尤其是那些涉及政治和政府机构的决策。2022年12月，他正式启动了推特档案项目，邀请独立记者深入公司内部，挖掘那些可能被掩盖的事实。一开始，负责这一项目地记者马特·塔伊比对此感到难以置信。他问马斯克：“你想让我揭发你自己的公司吗？”马斯克的回答是：“随便你，这不是北朝鲜的导览游，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这句回答精准地展现了他的风格。他不是单纯要维护推特的新形象，而是要向世界展示一个前所未有的透明度。推特的内容审核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防止虚假信息传播、阻止煽动仇恨和暴力的必要措施，而批评者则认为推特已经变成了某种思想审查机构，压制与主流政治正确相悖的声音，尤其是在政治和医学议题上。马斯克最初站在中立立场，但随着他接触到更多内部文件，他的怀疑越来越深，甚至开始倾向于认为科技公司和政府之间存在某种暗中勾结。推动这项调查的还有马斯克的老朋友硅谷投资人戴维·萨克斯，他向马斯克推荐了记者塔伊比。这位曾在《滚石》杂志工作的记者以挑战主流叙事著称，难以被归类为左派或右派。马斯克喜欢这样的人，他觉得塔伊比不会害怕冒犯任何人。他邀请塔伊比进入推特总部，开放内部文档、邮件和 Slack 消息，让他自由调查。2022年12月2日，塔伊比的第一批推文发布，引发了轩然大波。他揭露了一系列推特内部文件，显示该公司如何在政治家、联邦调查局和情报机构的要求下，删除或屏蔽某些推文。其中最具争议的一条是关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纽约邮报发布的关于亨特·拜登的电脑门的报道。据塔伊比的调查，推特高层当时对这篇报道感到不安，认为可能违反平台政策，甚至可能是俄罗斯制造的虚假信息。他们封锁了相关链接，导致这则新闻在推特上几乎无法传播。事后，前推特 CEO 杰克多西和信任与安全主管约埃尔罗斯都承认这一决定是个错误。塔伊比的调查揭示了一点：推特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比公众想象得更加紧密。推特不仅主动迎合 FBI 等机构的要求，甚至愿意成为非正式的政府承包商，协助监控和删除他们认为可能是虚假信息的内容。这让马斯克感到震惊，也让他更坚定地要曝光一切。与此同时，另一位记者巴里维斯也加入了调查。马斯克告诉维斯，推特的问题在于他被全国一半的人不信任，要想改变这一点，我们需要完全透明。然而，调查并非一帆风顺。
韦斯发现推特的法律团队并不愿意直接开放所有档案，理由是涉及用户隐私。他试图直接访问 Slack 记录，却被告知需要通过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吉姆·贝克审批。令他震惊的是，贝克曾是 FBI 的总法律顾问，在保守派圈子里，他被认为是川普通俄门调查的幕后推手之一。他立即给马斯克发短信：“你居然让这个人自己调查自己，这完全没有道理。”马斯克当场震怒，召集贝克开会，最终直接将他解雇。推特档案的调查持续了数周，并揭示了推特曾利用可见性过滤的手法来限制某些账号和话题的传播，在算法上降低了某些内容的可见度，尤其是那些保守派观点或批评政府的言论。例如，斯坦福大学教授杰伊·巴塔查里亚因质疑新冠封锁政策，被推特列入黑名单，使他的推文难以被推广。马斯克接管推特的过程，既是一次对旧有体制的颠覆，也是一次充满争议的实验。他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目标，试图在透明度与秩序之间寻找平衡，从恢复被封禁的账号到披露推特档案。他不仅揭开了社交媒体与政府之间的隐秘关系，也重新定义了平台对言论的管控方式。尽管这场改革仍然充满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马斯克让推特变得不同了，而他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2022年的圣诞节前夕，马斯克又一次上演了一场混合了冲动、疯狂和极端执行力的特工任务。这一次目标不是火箭发射，也不是推特政策的调整，而是一个看似简单的事情——搬服务器。12月22日深夜，马斯克坐在推特总部10楼的会议室里，脸色阴沉，会议室里的气氛紧张。基础设施团队的2名经理正在向他汇报推特服务器的问题。他们告诉马斯克，位于加州萨克拉门托的数据中心每年花费公司超过1亿美元，而他们原计划在2023年逐步搬离，转移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数据中心。但事情突然有了变数，数据服务公司告诉他们，推特的财务状况不稳定，不再允许他们按照原计划逐步搬迁。马斯克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你们有90天时间完成搬迁，如果做不到，那就辞职。”基础设施经理试图解释困难。波特兰的数据中心机房需要升级，电力配置不同，机架密度也不一样。但马斯克听得不耐烦，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这让我头疼。波特兰的数据中心明明有足够的空间搬迁服务器，根本不是难事。”他不想再听任何借口，直接下令派人去拍视频，明天就发给我。当经理提出需要1周时间时，马斯克冷冷地回应：“不，明天。”他继续强调说：“我自己搭建过数据中心，我能看出来那里有没有足够的空间。如果你没去过那里，你就是在胡说八道。”马斯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对不可能的事情发起冲锋。他能让特斯拉在帐篷里建立生产线，能让 SpaceX 用回收材料建造发射场。这一次，他觉得搬迁服务器根本不算什么，搬服务器到波特兰，如果需要超过30天，那就太荒谬了。他说着，又重新计算了一遍。实际上，搬家公司的卡车装好设备，1周就能送到，另1周就能重新插上电源，整个过程不超过2周。会议室一片沉默。第二天，马斯克和他的2个表弟詹姆斯·马斯克和安德鲁·马斯克本打算飞往奥斯汀共度圣诞节。飞行途中，詹姆斯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为什么不现在就去搬服务器？这正是马斯克喜欢的风格。疯狂、冲动、不顾一切，他立刻命令飞行员调整航线，折返萨克拉门托。他们降落后，发现唯一能租到的车是一辆很小的轿车——丰田卡罗拉。他们几个挤上车，赶到数据中心。虽然是圣诞节前的假日期间，但一位名叫亚历克斯的推特员工仍然在数据中心值班。他带着他们进入了机房。数据中心的安全级别很高，每个服务器室都需要视网膜扫描才能进入。亚历克斯带他们进入推特的专属服务器机房，里面有5200个服务器机架，每个机架包含30台计算机。马斯克扫视了一圈，直接说道：“这看起来并不难搬，但现实情况比他说的复杂得多。每个机架重达2500磅，高达2.4米，而且固定在抗震装置上。”亚历克斯提醒他，拆卸这些设备需要专门的承包商，
先用吸盘把地板板块抬起来，再去的下拆除电缆和抗震杆。马斯克对此毫不在意，他直接向保镖借了一把小刀，用刀撬开通风口，再掀开地板，自己钻进去，用刀撬开电柜，拔掉服务器电源插头，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没有爆炸，没有警报响起，服务器已经断电，这可不是什么难事，他满意地说道，仿佛刚破解了一道密室逃脱游戏。其他人看着他的举动，目瞪口呆。第二天，平安夜，马斯克召集更多人手，准备大规模搬迁服务器。罗斯诺丁从旧金山赶来，他先去苹果店买下店里所有的跟踪定位器，用来追踪服务器的运输情况，然后又在加德堡花了$2500买扳手、螺栓切割器和手电筒。史蒂夫·戴维斯找来了卡车和搬家公司，甚至 SpaceX 的一些员工也被召来帮忙。整个行动几乎像是一场抢劫，他们没有使用专业的服务器保护箱，而是直接把服务器推上卡车，用从加德堡买来的绑带固定。詹姆斯·马斯克从未装载过货车，他承认，这让我心惊胆战。罗斯诺丁则形容这一幕像是在整理一个堆满了关键设备的杂物间。到了下午3点，数据中心的管理公司 NTT 高层得知了这一混乱的搬迁行动，立刻下令暂停。NTT 的 CEO 告诉马斯克，服务器搬迁必须由专业团队操作。马斯克嗤之以鼻，瞎说，我们已经装了4台服务器。当对方警告说，有些地板无法承受超过500磅的压力，因此推一台重达2000磅的服务器会造成损坏。马斯克立刻计算每台服务器有4个轮子，每个轮子500磅，压力完全没问题。他对詹姆斯等人说，这个家伙数学很烂。马斯克的行动让 NTT 管理层的平安夜彻底泡汤，最终他出于同情，表示愿意暂停搬运服务器2天，但他警告，圣诞节一过他们就会继续行动。圣诞节后，詹姆斯和安德鲁返回萨克拉门托继续搬服务器，尽管天气恶劣，但3天内搬走了700个机架，远超之前的搬运速度。然而这一决定也导致推特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出现多次系统崩溃。后来马斯克承认说，回头看关闭萨克拉门托数据中心是个错误。这场服务器搬迁风波再次展示了马斯克的风格，大胆、疯狂，执行力极强，但也充满了风险。他能推动世界向前，但有时候也会踩到自己的脚。2023年7月，马斯克将推特改名为 X 平台，他宣称要让推特成为全球言论自由的灯塔，他也确实做到了。由于取消了对政治言论的限制，所有人都可以在 X 平台上发表和读到不同角度的观点和事实，所以总体左倾的旧媒体叙事不再起主导的位。2024年的大选和以往相比，有了更加公平的公共话语平台。而且在开始的剧烈波动之后， X 平台的运营开始进入稳定的轨道。财务方面，2024年 X 平台实现了收入27亿美元，利润12.5亿美元的业绩。从收入来讲， X 平台的收入比收购前下降了近一半，但由于成本的减少和效率的增加，收购后的利润增加了将近1倍，远高于收购前的利润6.8亿美元，而且利润率也从13%提高到将近50%。如果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也能像 X 平台一样取得这样的成绩，让美国政府成功瘦身，效率大涨，那么这一场改革就是成功的。感谢您收听这个关于马斯克与推特的系列故事，我们下次节目见。